把柯文哲成立民众党啊，大概觉得这个钱很重要是啦，一个党务做党务钱是很重要，所以他就期许他的大账房李文忠说要成为李登辉的刘太英刘太英当时。对不对？帮李登辉，很厉害嘛，对不对？后来弄了很多钱去成立台众院啊，不是吗？等他卸任之后的政治势力继续延续，都是靠刘太英。对，所以呢，而且那时候呢，这个韩水会结冻的股市啊什么，他能够掌控或是掌握了那所以他希望呢，李文忠变成李登辉的刘太英所以呢，还有 LINE 呢彼此的对话，所以他大概很想搞个党营事业那么穆可是不是就他的党营事业看起来有那样的这个迹象那另外呢，他被这个起诉的重要的证据是 Excel 写小审1500了，而且他又传讯给黄珊珊，他说这意思就是说已经拿过了，已经给过了不要再去烦他了不要再去找他了。那到底怎么回事那不要再去找他是之前找过吗？还是怎样后来有人提出这个质疑了那另外他1500到底是什么？检察官就认为是钱，那否则是什么呢？为什么是1500呢？又不是什么1500公尺那1500天，那不是钱是什么呢？再加上前后对照，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都可以怀疑了，但是基本上你还是这个你这个抓人家的赃款最好有这钱到哪里在哪里，这比较重要。但现在看起来不知道这钱不小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以前是骂财团拿刀叉吃人肉了那但是呢，看起来跟小沈的关系是很好的那其实小沈很多蓝营人碰都不要碰的，但是看到小沈的见鬼，责任远之打个招呼就算了那柯文哲为什么要对他跟他那样的这个紧密关系，我也不解那因为其实想要拍柯文哲马屁啦，想要跟他交往一定很多嘛，很多财团什么都愿意嘛，那为什么就读后这个审庆金，我也不懂那另外呢，说他办公室搜出柯文哲下定的税纸条，收的税纸条能够收出，应该很久以前的纸条才对那这收出来了，说叫橘子保管汇款是1000万给橘子，好像这个意思。然后呢，当时订的机票当天落跑，但网络上也有小草去问了，说拿1000万那么容易带出国吗？那海关就给你抓到了，怎么可能呢？我想也是，在海关你这超过多少钱都不行的那这个检方就指控说柯文哲下了纸条，金华这个金华应该是那个金了京城的金，但是写的这个金华饭店那个金，金华酒店 Orange 要这个橘子出国所以就认为是柯文哲叫他出国。那现在这个人不在钱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那这个网上就说了，比偶像剧还狗血。因为呢，橘子会带了1000万到日本到处走嘛，怎么可能把钱带出去呢？我们看一下。3波募款小物所得款项象征选民的支持，本该是提供竞选活动资金，却变成政治现金。检方指出，这些钱流入默可公司。侦结前9天，北检大动作约谈，集结柯文哲的近臣们，就是要调查政治现金案。我帮他们厘清他们不懂的问题。他们搞不清楚政治现金跟商品小物是什么。都说因为检方搞不清楚，才会协助厘清案情，但似乎成了全案的关键，巩固金流证据。检方清楚列出所有时间点：2020年3月10号，便当会财事都发局将金华城公司陈情案交代张志成跟朱雅虎找来亲民人头，以捐款民众党政治现金名义，各自汇款30万，总共交付210万元贿赂柯文哲。前年10月，金华城动土典礼，柯文哲还亲自收受沈庆金交付的1500万现金，记载在 Excel 档案，党名取2022-111沈庆金1500，而收了钱还传讯息给黄珊珊，表示未经小审已给过，别再找他。而沈庆金在庭上也呛法官，若要行贿，会用现金自曝犯行。但在第一次羁押庭，历经69小时，无保请回，他却理直气壮的这么说：无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在搜索以后，查扣手机跟硬碟，再拿里面的资料去编故事。案
案情大反转，检方认为柯文哲饭后态度不佳，办公室查获撕碎的便条纸，只是共犯出境，还确认木可公司内的账有没有检查，成为涉贪遭羁押并被起诉的卸任台北市长。好吧，这个说肖像权啊，他卖，刚刚叶律师有提那个肖像权买卖了哈。那柯文哲找了李文忠创立木可哈，所以有6000万的政治现金。现在他把这个卖小物都当成政治现金，当然卖小物当然是因为人家政治上支持你才会买了啊。那但是他因为他成立了一个公司，一般很少这样，一般就候选人自己卖，收了钱就变成政治现金。那柯文哲去成立一个公司，公司去卖，那钱进公司里面哈。不，我如果说钱进公司里面，如果这个公司将来还是给民进党用哈，我觉得还好。但是呢，检察官是说有450万转到柯文哲的账户里面去了，就是变成到了个人账户啊。那这个当然不行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到底洗进口袋是都洗到柯文哲口袋，还是450万洗到口袋里面去了哈？来，这伟山怎么看？是，应该是说我们会看到这次北检基本上他的起诉书里面写的算是蛮保守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代表说他们也是要用一个最高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这次的案件，因为毕竟这一次里面涉案的人里面，当然包含这个民众党的党主席，那甚至在周边的一些案子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这个金主、大型的企业家，那甚至包含民众党的议员其实都有。那所以如果北检他用一个比较不够保守的方式来做一个相关的这个起诉书的话，恐怕会有更多政治风暴或余波当的事情产生。所以我想他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算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不要让大家有太多的臆测，那就是把它写得比较低调。可是其实所有的证据跟事实，其实在里面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那我想这一次算是前菜啦，就是说在这个前面的这个起诉的案件里面，其实后续的种种的事情才会是对柯文哲来说是更加的严重的。那毕竟我们看到在台北市里面也还有所谓的4大案也正在查缉当中，那当然包含了北市科，包含雨果市场，包含台智光，也包含这个南港 BOT 等等的案件里面，其实疑似都有一些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个1500的那个 USB 里面，其实那个 Excel 表里面不只是这一条，里面还有非常多有看到的是企业主跟数字相关的案件，所以这个一连串查下来，可能超越大家的想象。那当然北检不可能贸然行事，它一定是一案一案慢慢去做一个所谓的侦查。那我想这还有得看。那也希望民众党面对这个事情，还是不要再无限上纲，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在那边呼吁说柯文哲是清白的。我相信检调不会随意去起诉别人，尤其是刑法的案件，你如果违法去起诉，其实对于检察官本身的个人也好，或整个团队的升迁也好，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不可能为了要去抹黑一个人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起诉书，而这个起诉书的这个页数也是非常的多，这个10万言，超过10万字的起诉书，其实是写的巨细靡遗。但我觉得里面还蛮特别的一个部分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这个邵秀佩，也就是当时的在这个都发局里面算是主秘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当初他有在这个侦办的过程中，他特别讲到说，他为什么会去配合所谓柯文哲他们的要求，也就是因为他发现他的上司当初因为不配合，所以被撤除了他的位置被拔关，所以他非常的害怕，担心自己会受害，所以他就必须要去配合。其实在某个程度，这也算是一种职场上的霸凌。所以我还是觉得黄国昌每次在喊霸凌喊得这么大声我希望他也可以来为台北市的公务员来做个发声。那希望大家用冷静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案子。那毕竟勿枉勿纵，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希望大家可以冷静来看待这个案子。玉珍委员，我觉得这个案子今天这样出来检察官把这个相关的书状出来的时候，我最大的惊讶其实是在于说，这个所谓的司法不公开侦查不公开这一件事情，所谓司法独立在这件事情，完全在北检就没有存在。因为我想很多这个内容很多我们都知道，那我感觉到好像《镜周刊》的记者就坐在这个检察官的隔壁，是吗？他每办一个进度，然后他就写出一个进度。他每办说明天要写完了，已经截稿，字打完了，然后明天要整个案子写好了，还有几万字什么多少都直接这样写出来。那到底如果就这样来讲，这个对司法制度破坏很大。我们像我们在政界什么事都不会知道，每次看的都是那个媒体报，我们也不是看引述那个周刊报的。那《镜周刊》为什么可以知道这么多？为什么每一件事，even 连一些非常 detail 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坐在检察官排室，他是检察官的家人吗？
那我这个检察官也口口声声说，北检也口口声声说没有，他们都没有什么外泄。问题是，他这些写的巨细靡遗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那些被叫去问的证人也好，疑似的被告也好，来这个所说的内容嘛。所以这个事情不用查吗？这件事情如果不查的话，我们的司法公正性谁会怀疑啊？第二个，我看到很多的这个钱，我觉得这个里头可能是因为很多人捐钱给这个柯文哲，但因为对很多人来讲，对很多百姓来讲，柯文哲等于民众党，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类似就是一个一人政党，我要捐给民众党还是捐给柯文哲，他主要是要支持他捐给柯文哲。其实那当然现在教训问说捐给民众党，对，捐给民众党，这样听起来比较合理的。但对很多人来讲，柯文哲就是等于民众党。好，那这样捐钱的情况，我看到很多钱里头，比如说你说那几百万，他可能是捐给民众党也好，柯文哲，那接着是用给一些他们那时候地方选举可能在选举在要花的钱，比如说我看那个黄珊那个可能就是嘛，说已经给可能就是花给这些候选人要花的钱。那这个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用就是说政治现金，或者说如果不是有对价行为，那是你的政治现金申报不实嘛，就是你没有核实申报嘛。那在这个情况下，他这个行为就让我想到很多年前，他应该有10-20年前的时候，那个陈宪宇啊，他讲过一句话：谁没有拿过我爸爸的钱，对不对？那这个就有点那种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可能陈水扁募了很多的钱，然后去帮忙民进党的很多人选举。就是帮 A 帮 B， 然后这个募了很多人，但是没收据的，然后就给 A 候选人、给 B 候选人、给 C 候选人，说民进党谁没有拿过他的钱？我想陈信讲的一句话一定是非常实在的哈。那大家都拿过他的钱，那时候怎么那时候的相关单位都没有去继续追查这个后续的事情嘛？如果这样是违反政治现金法的话，如果现在这样是违反，那当初也是一样嘛。这个法律的标准不会因为你是民众或是民进党而改变嘛。所以这个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这个奇怪了哈。那所以我觉得整个事情来讲，整个的他的案件头比较大的金额都是在这个比较政治现金这一块，然后而不是在这个他的这个比较有对价的，像对价是一个叫做1500那个嘛，1500嘛。那1500那是看他会说检察官看上下文嘛。那如果被告是坚决否认的话，那还有没有更强的证据？如果被告基本上我们说法律上的原理对，如果罪证有疑问的话，罪疑为轻嘛。那如果被告说我就是不是，我就算上面一笔是200，下面一笔是500万元，我这个也只是写别的。那当然法院信不信是一件事，但是是不是有按照这个原则来审理嘛？这个，那那个210万的部分，他们找了7个人去帮他。那时候这些人是人头没错，但这些人是人的话，他们是不是也是就真的是捐了政治现金嘛？那有没有对价？这个其实还是重点。我补一下那个 Orange 的部分哈，因为其实北检是在113年8月30号对柯文哲的地方执行搜索，然后查到那个缴税的纸条，柯文哲也承认是他写的，就是金华 Orange 出国。那其实呢，那个这个橘子呢，他是8月27号才返国。然后呢，拿到这个纸条以后呢，8月29号又订机票就走了。好，所以显然很明显，这是有时空的紧密性。是8月30号收到这个纸条，然后这个橘子是在8月。柯文哲叫他走的啦。对，柯文哲是8月8月9号他才逃出去，所以这个恐怕是真的叫他就要离开的啦。他这样能在外面逃多久？不，他可以逃非常久啊，就不要回来就是了。对。那他签证啊什么这种期限？他可能到最后护照会不会被注销，就像那个彭文正一样啊？但是他不回来就不回来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柯文哲因为被这个以4个罪起诉，民众党骂政府说是抄家灭党。黄国昌说，营造柯文哲罪大恶极的舆论杀人气氛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北检呢释放柯文哲的私生活的讯息，这是一个人格羞辱。所以呢，黄国昌说，检察官变成一个鹰犬啊。那黄国昌也问了，所以大家其实都要问1500万到底在哪里了啊？所以呢，说底牌很弱了啊，所以就认为说这个证据实在是很弱了啊，都是等于是自己去揣测了啊，并没有看到实际的钱啊。那林富南啊，这是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召集人林富南，这是柯文哲唯一指定的中央委员，也说呢，柯文哲不是爱钱的人哦。大家印象也是柯文哲好像不是爱钱的人哦。第一个，柯文哲不是爱钱人；第二个，柯文哲不会跟财团交往。
但是后来好像有点被颠覆了啊。那另外呢，赖政府为打败政敌抄家灭党，林富南说，对于369万公民一直追杀，就是民众党有369万的支持者啊，柯文哲拿到369万票吧。那另外呢，发言人吴益宣说，没有金流就从众刑是笑死人了哈。因为大家原来也都希望说看到有金流了。说实话，之前大家想说，光看一个时候到底有没有找到钱哈？那另外呢，我想检察官也很努力想要把这个钱找出来了，所以我们传过来传过去，传过来传过去，但是当事人都不讲啊，给钱的人不讲，收钱的人不讲，如果有的话就很难办嘛啊！你只要一个人突破才可以啊。那我跟你讲，这些做生意人、大老板被抓，通常也不会去讲了。你说你去讲啊，你是行贿者，你讲了后你罪比较轻啊。他讲回他以后怎么办？他其他的事业怎么办？对不对？那所以呢，基本上也是没有人相信他了。所以呢，基本上我的了解，他们都不讲那宁愿自己在那边关，然后出来人家说你很够意思，还敢，当然会不会敢去拿钱不知道了，至少他没有咬一堆人出来了那柯文哲脸书发文说，民众党主张呢审理全程公开，柯文哲已经发脸书了说是政治追杀、司法不公、滥权起诉，毛骨悚然。柯文哲现在有可能自己发脸书吗？还是你们帮他写的？可能是别人帮他写的，小编写用他的名义发出来的了说你们没有证据就放人，不要再把我压起来。小草呢也说呢，党检媒是一家的说政治太黑暗了那另外呢，记者会呢不开放提问，没有说给记者问说只用这个 Q&A， 就是 Q&A 啦，问答列了10几个问跟答了那吴思瑶就说这是证据啦，不是政治啦等等等等那说这个黄国昌有没有把几百页的起诉书看完？是168页了那游淑慧也说说这是政治办案吗？还是实际是这个有图利呢？民进党不要上纲到政治了外媒都报道 ，Reuters 就是路透社也说这个 former Taipei mayor charged for bribery， 因为收贿被起诉 ，misuse of political donations， 要把这个政治现金呢乱用就用到自己身上了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也不敢公布证据的清单，因为根本找不到证据。请问什么时候台湾对于政治人物收受贿赂的起诉的指控找不到金流？说柯文哲亲自收了1500万，但是说不出来柯文哲在什么地方收受1500万。台北地检署不仅仅擅长于政治办案，也非常擅长于政治操作。小牛这个事情起诉了，那对柯文哲或是对民众党打击到底有多大？会不会影响到民众党？然后这个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其实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有稍微点到的，就是说这个柯文哲前市长的人设崩坏，恐怕是比司法判决最后结果打击还要更大的地方。回顾10年前他刚刚就任台北市长的时候，他基本上承载了整个年轻世代的期望。这样的一个年轻世代是希望第三势力有出头的一天，可以摆脱所谓的蓝绿二斗等等。那么当然也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新政治的政治人物能够摆脱旧时代的陋习，包含跟财团保持一定的距离，为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等等。那我觉得对柯来讲打击最大的是，不管他收的钱是真是假，不管这个中间这个证据法院采认或不采认，最终他在台北市长任内在金华城案的裁量好像背离了这样子的一个价值。我认为这个才是对柯文哲跟民众党支持者打击比较大的地方，因为他讲说我们不应该拿刀叉吃人肉，但自己跟财团的距离好像并没有办法捏拿得很好。我想这也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要有所警惕之处。那当然嘛，这个我必须也要再讲一下，就是起诉现在是检方的认知嘛，就我们今天看到的内容等等，都是检方基于他收集资料结果，他的主张嘛，包含求刑等等，是来自于他的认知。那我觉得柯文哲值得一场公平公开的审判他在过程中的抗辩能不能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然后确定自己还是保有当初的价值，我想是他未来政治生命还没有机会重新复活的一个关键。那我讲起诉是检方的认知，包含刚刚这个图利罪最关键的1500，为什么他会被质疑？就是因为你虽然用 Excel 前后推定说那可能是钱但是你并没有100%
确定的金流跟证据。那么另外的210万，他当然刚好在那个都委会跟都发局的新的裁量的前后，刚好就进了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又不是大选的期间，所以也许比较难以来做抗辩，但是也不表示这个一定就是这样嘛。好，因为我想这是检方用推定的认知，那法院最后会不会采信这样的结果，并且予以判罪的决定，还是要看后续有没有更多的证据来处理。那为什么我要讲一定要强调是检方的认知？就是因为北检在办案的过程中，其实针对性非常非常的强嘛。你看今天大家看那个 Excel 档，就大家第一个想，那除了今天柯文哲的起诉之外，另外坐实一件事情，就是北检当然就是有泄密的问题嘛。为什么跟《镜周刊》当初爆出来的那个 Excel 档案一模一样？那不是自证泄密吗？现在台湾社会大众，尤其是柯文哲在上一盘的总统大选，300多万人支持他，这个大家现在对司法检调的公信力是一直在下降的。你看最早以前大家讲这种关键政治审判是扁案嘛，扁案的时候有特侦组，那时候定期的、公开的、统一的说明办案的这个进度跟相关的资料，好歹维系了公信力。结果你现在打着侦查不公开的大旗，什么事都不讲，然后特定媒体又取得特定的资料，那当然就会造成社会上很多人对于检调的这个判断也好、起诉也好，产生很大的质疑，甚至很有可能未来造成社会的动荡。所以我想，未来进入审判的程序，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我想是很有必要的。检察总长说要查泄密，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东西来哈。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对的，就是说怎么可以这样？这边侦查，那边就泄露，然后舆论就先这个入人于罪，判人家这个有罪哈，这是非常不对的。来，叶律师。没有啦，我觉得检方惯用的手法啦，真的常常什么事情律师跟当事人都不会知道，但是媒体都第一个知道。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干嘛先把你抹杀掉？先抹黑，当大家都觉得你是坏人的时候，他后面就非常的容易嘛。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市府的时候，我们的邱大展局长莫名其妙也被认定说什么有图利啊、泄密。后来起诉以后，法官就问检察官说：“我看你们新闻稿说有泄密，我看起诉书为什么没找到？”检察官说：“哦，其实没有这个部分。”好，那到最后邱大展局长是无罪嘛？好，所以检方也会不会？我觉得这件事情蓝绿不分党派都要关切，因为这是谁都可能被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北检在新闻稿里有特别讲这个，所以我觉得他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事实上，你说现在明明已经泄密，他这边还特别讲到说，针对这个侦办过程当中，如果有违反侦查不公开的事情，我们将会继续的传唤相关的人到案说明，采取适当的侦查作为。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有人涉及不法，会予以最严格的究责。那问题是你就这个起诉书的内容来看的话，就像小袁讲的一样，你已经证明了他确实是你泄露，要不然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做梦吗？还是他们有什么天眼通吗？还是他们真的坐在你旁边吗？那你怎么解释说这个1500那么就是一模一样呢？那所以这个问题还不用究责吗？还说未来可以从严究责？那你现在根本就没有究责了，所以他写在他的新闻稿最下面一个，所以我觉得他替自己，他最起码要写作另案侦办吧？对，你看那个没有黄静怡那几个，他说还用另案侦办，反而今天很多人说要另案侦办，所以我觉得我刚才看到这个，就是民进党在讲说，如果多一点这个证据就少一点这个多一点证据就可以少一点政治。我觉得现在目前反过来，证据目前未必那么十足，政治很多。他现在有另案，接下来继续调查是什么呢？连这什么彭正生，当初不是说了有什么金流吗？就现在说他们有收贿然后他说这个财产不明罪，接下来要另案后续侦办。然后呢，柯文哲的不明财产罪也要另案后续侦办，有关于折扣码的事情另案后续侦办，有关于4大罪的事情另案后续侦办。你会发现他留了一大堆，接下来要另案后续侦办的。你要办到什么时候？办到2026年县长选举吗？我觉得其实刚刚锦牛委员在提到说，柯文哲承载了这个年轻一代的对于蓝绿不同的政治想象哈。但是我觉得看到检察官起诉书里面一部分，我觉得蛮悲哀的啦，就是他找了自己的高中同学李文忠担任不分区立委提名委员会的委员，然后呢，但是他跟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你去拜访林文渊。好，他跟李文忠，你拜访李文渊，他就是阿扁的刘太英，你要和他建立关系。然后他又跟他讲什么呢？以后党营事业，他跟李文忠说，以后党营事业要拜托你来当最高顾问，好，你可以当一个小型版的刘太英。好，所以我觉得其实看了真的很感慨啊！年轻人觉得柯文哲是一个新的希望，他其实只是一个旧的政治人物的翻版，对，就是不是了，就是说他可能搞了党以后发觉，以前呢也有他的道理，那些政党为什么要有钱？否则他现在没钱，他很辛苦，所以他就想办法搞钱。但是我觉得了就是说这个案子一开始大家觉得很奇怪了，
对不对？你干嘛要让魏晋孝子拿那么多的好处？那是很大的钱，上百亿的，这不是很奇怪吗？那到现在为止没有听到柯文哲讲一个道理，说为什么他要给魏晋孝子？而且他开新闻，他开那个委员会的时候，他会参加论坛说，这个容积奖励我们不能一人换一瓶换一瓶哦，这样其实是不好的。而且在金华城这个案子，我们一给他，那就是上百亿的利润，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上百亿的利润。因为譬如说，就你有个道理嘛，就是我给他这么多好处，因为因此我可以收到多少公益。比如说它旁边都市已经发展起来了，旁边有什么好处，总有一个道理啊。到现在没有讲道理，就给他了，就只给他了。这点还是值得人家怀疑的啦。休息一下再回来。